新浪娱乐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谭松韵。大概是在拍《锦心似玉》之前吧。你觉得柠檬这个角色哪里是有吸引到你的呢？我觉得最开始柠檬最吸引我的是他和陆继明之间的这种互动，在一个这样的小暴龙上司面前，然后天天跟他一起工作，然后被这个小白兔秘书拿捏的死死的这种感觉，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女孩特别的灵巧，特别聪明，特别可爱。没有担心过。首先，只要我说服我自己，我相信我自己是那个角色，我觉得你传递出来的东西，大家也会看到，并且我也会想说，就算有人觉得可能你长得比较小一点，或者是怎么样一点，但是这样的人，难道我们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工作了吗？就不去职场了吗？也不是。包括我现在真实的年龄也在这儿，我就觉得，如果我是柠檬。我也是从大学毕业，然后去找工作、面试、实习、上班，也会走入职场。我在看剧本和看小说的时候，其实非常想要演，很想要去演这个角色。然后在演的时候，因为进入这个角色进入的比较早，包括那年我记得是在一个过年期间，我在家里就开始看小说，就看得很上头。我觉得应该是从那会儿，就是提前了大概有两个月吧，我觉得我就已经在进入了，所以第一天拍第一场戏开始就很顺利，算是吧。包括每次柠檬要跟他去吵架也好，或者是正面刚的时候，他其实那个眼镜对他来讲是一个小小的保护框，他会觉得戴这个眼镜是会有一种安全感的，是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挡在自己的面前，所以他推一下，或者是隔着眼镜片，他都在紧张。所以他这个眼镜传递的东西还是蛮多的。一开始的小秘书做了3年的秘书，后来去了记名的投资2部做项目，很快就离开了记名资本，去了石英那儿，然后后来又成了经理，后来就又成了总监。实不相瞒，我是他的姐姐粉，我喜欢他所有，我是觉得他的每一步成长都是他的财富。从你现在角度来看的话，他的职场晋升模式是困难模式吗？就感觉在情理之中，因为我老说柠檬很聪明，然后很有智慧，就是以他这种做事儿做人的态度，就是感觉好像就算有难题到他面前，他都可以化解掉，然后会走得越来越好。工作上其实最开始塑造他会比较毒舌一点，或者是霸道一点，但是柠檬为什么会一直以来也对他还不错，是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陆总很专业，他在专业上的确是很牛，并且他也有很多自己的原则，他的这些原则跟柠檬内心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并且跟着陆总，柠檬的确也学到了很多，所以在柠檬的心里，他虽然毒舌怎么样，就像柠檬说的，也算个好人吧。生活中柠檬就完全不想搭理他，就是被迫营业了，开始，但又躲不掉，他逃他追，他插翅难飞，可爱看他们电梯呀，然后房间门口呀，然后那个安全通道里的戏，能怼死。对，这种角色会有影响到你们在片场的一些相处方式吗？不会，就大家其实能互怼，就说明关系还挺近的了，就还挺好的，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个生气。可能人的情感就是这样，他不会说突然一个什么事儿，我就爱上你了，他一定是有很长的铺垫。比如说之前跟他做秘书那3年，他们2个人表面上的相处可能只是领导和下属，甚至相处的模式让人觉得有点碰撞，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是认可对方的，要么我就认可你的专业，要么对方就认可你的能力。那到了后来，柠檬离开记名的时候，陆继明是非常明显的看到柠檬的转变，柠檬的能力是真的有，
就是他很幼稚的一点，就是越是看见柠檬成长得很好，他就心里边他就越难受越憋屈。你离开我了，你就活得很好是吗？要，然后柠檬呢，就要看你现在吃瘪的样子，这种感觉东西就很微妙。然后一步一步到后来，可能当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比如说柠檬生病啦，他去照顾他，都是一些累积的心动的点。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尽量不要让大家尴尬，然后做一个和事佬的这种状态，但是呢，也别太过分，不要触及我的底线。如果你触及我的底线，我可能也会跟你刚，就是哪怕是正面刚。很搞笑，包括他有时候怼人就是很搞笑，很陆继明。真正的就是进入到了合作状态当中，你会发现他怎么样的？就很陆继明，那嘴碎的呀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但是他又很细心，霸总。没有，我经常私底下也叫他老板，陆老板。我觉得是看题材，有些男性导演对情感的把握也非常细腻，然后有些女导演对职场的需要的一些张力或者是什么样，他们也会去把控。婷婷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导演，我们很多年就认识了，然后一直两个人就想要合作，这次就终于合作上了。不会，我对东北话完全免疫，我自己也没事就说东北话，就是习惯了。我大学的时候，我老师就是东北的。现在的东北话水平，你自己觉得如何？还行吧，就这样了。有，也不是演员，所以说了你们可能也不知道，不是说跟我们行业相关，可能就是这种贵人的出现，不是说一定能够，给你一个本子让你去演戏呀，或者是这种，而是在某些你迷茫的时候，或者点拨了你一下，让你可以继续的保持一些很美好的东西。就是我觉得是不仅仅是说在职业的成长道路吧。我基本上都是一年大概2部戏差不多了。比如说我可能想通过某一个角色，然后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变化？没有我没有，就是我其实一直接戏都比较零零散散，就是没有说特定想要接什么样的类型，或者说是拍了什么样的戏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。因为你看现在总监算是一个职场戏，然后向风也算是个职场戏，可能你让我再去拍一个校园剧，我也可能会去拍，但前提是那个角色和故事我真的很喜欢。我不会说之后我就完全不拍校园剧或者是什么剧，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这种限制啦。不一样，柠檬感觉是一直在工作上成长的路上，然后尖尖还是属于比较偏童心一些，然后小孩一些，然后慢慢的一个从小长到大，家庭类比较多，生活类比较多。瓶颈期有过吧，很多年以前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不叫瓶颈期，因为过得很快。是因为当时突然拍了一部戏，然后我就问导演怎么样，就是比如拍完一场戏，导演说挺好的。然后这3个字儿我就挺打鼓的，就是挺好的是什么意思呀？挺好的就是没出错，但也说不上哪儿有多么好。然后因为我能去问他，我就觉得我肯定是对我自己是不自信的，会有一些打鼓的地方。然后那段时间我会比较纠结该怎么办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主要是因为之前有一部戏刚好和当时的那部戏时间连得很紧，可能在那个创作的转换就没有做得很好，但是呢很快一夜之间就通了，就好了。所以刚刚有说到的那种感觉，最近几年都没有再出现过了，是吗？可能是就算遇到了问题，可能第一时间就是想办法去怎么解决这个事儿，这个问题所在。不想在这个框框里焦虑太久吧，所以可能很快就过去了，我也没太去着重注意这些。